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认知觉醒。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拼命努力，却总像困在一间看不见墙的房间里，方向不对，认知停滞，越挣扎越无力。你以为改变很难，其实真正难的是觉醒。觉醒的不是身体，是头脑，是看清生活底层逻辑的能力。今天我们讲一本改变许多人思考方式的书，认知觉醒。这是一本不是教你做多少事，而是教你什么才值得做的书。作者周礼。和你我一样，普通人，普通工作，普通生活，但他经历过一段长达数年的焦虑，工作努力，但没有成长。每天很忙，但无法打破生活的闭环。时间好像从指缝溜走，却没带来什么成果。直到他开始研究行为科学、认知心理学、习惯构建，从不断试错中走出迷雾，也记录下自己成长的心路历程，就有了这本《认知觉醒》。它不是一本空泛的励志书，更像一个普通人的自救手册，告诉你，当你改变认知，你就改变命运的起点。你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：早上信誓旦旦要改变，晚上却依然滑手机滑到2点。计划写了很多，执行却越来越少。不是不努力，是陷入了认知误区。书里说，人不是被懒惰打败，是被低效努力困住。比如你觉得我要自律，我要每天坚持3小时学习，听起来很燃，但3天之后你就累了、厌了、自我失望了。因为你的大脑有惰性，它对剧烈改变是排斥的。作者的第一个突破是很小的一件事，每天只做5分钟阅读，坚持21天。你可能觉得5分钟有什么意义，但21天之后，他的心理状态变了。原来改变不是靠狠，而是靠成就感逐渐积累。第二个突破是认知升级。很多人以为改变从执行开始，但书里强调，根本改变来自对大脑运行方式的理解。比如大脑执行痛苦任务需要大量意志力，但执行明确、具体、低门槛的任务几乎不消耗意志力。于是作者开始把目标拆得更小，读书不是3章，只是翻开书；写作不是800字，只是写1句。当动作变得微小，大脑开始允许，而当允许变成习惯，成长开始可复制。这就是书里不断强调的，用科学的方法改造自我，而不是靠情绪硬撑。书中最让我触动的是作者讲的一段经历，那是一段很灰暗的时期，他工作压力大，看不到出路，每天回家就是瘫在沙发上刷手机，越刷越焦虑，越焦虑越逃避。某天夜里，电脑黑屏映着他疲惫的脸，他突然意识到，我不是失败，我只是还不懂怎么成长。他没有歇斯底里，没有痛哭，只是默默拿起一本书，做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动作，翻开第1页，没有视野，没有目标，没有海报式机械，只有一次微弱的选择，但那一页是他的转折点。因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改变不是外在的成就，而是内心第一次对自己说，我可以重新开始。那一刻你能感受到那种静默、克制，却带着一点点微弱火光的力量。这也是生活真正的现实。人生的崩溃不是从一次失败开始，而是从停止成长。而人生的觉醒也往往不是从宏大开始，而是从一个我愿意尝试的瞬间。认知觉醒真正想告诉你的不是如何更努力，而是如何正确的努力。他把成长拆成3个层次。第一层，从情绪化到系统化，你不再靠一时冲动改变，而是构建行为系统，目标变具体，计划变可执行。第二层，从自责到自我理解，你开始接受自己是有限体，意志力有限，精力有限，时间有限，不是无能，而是要用更高效的方式投入。第3层，从改变行为到升级认知，真正厉害的成长不是做得越来越多，而是做得越来越对。比如读书不是为了看了几本，而是为了改变思维输入；努力不是为了让别人看到，而是能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。书里有一句话，
你的人生从大脑的更新次数开始变好。当你开始理解为什么做事这件事就不再消耗你，而是成为反馈系统的一部分，成长不再是折磨，而是稳定、持续、可积累的。这就是觉醒。也许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焦虑、停滞、方向丢失。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，却好像始终原地踏步。但记住，改变不是要你明天变另一个人，而是今天比昨天更清醒一点。哪怕只是翻开一页书，走5分钟路，写一句话，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动作，都在悄悄改变你的未来。最后，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在接下来的24小时，你愿意为自己做一个可以坚持的微小改变吗？如果愿意，那么你的觉醒已经开始了。